今天我要用香菇和杏鲍菇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，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我大概有20多年没有再吃到的食物，并不是因为来到台湾而没有得吃，而是我11岁吃素就不曾再吃到它了。就是马来西亚的点心，应该也算是港式茶楼的点心大包，很大的一个包子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istin Wang TV， 我是 Kistin 巴拉妈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香菇和杏鲍菇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2条杏鲍菇，把杏鲍菇剥成一丝丝的粗丝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之前呢，在做芋饺那一部影片有跟大家说过，我小时候还没有吃素前呢，我爸到周末的时候呢，都会带我们去那种港式茶楼吃早餐，就是吃港式点心的早餐。那大包呢，也是我小时候呢很常会吃到的。我那时候呢很小，大概才国小1、2年级的时候，手还很小，然后大包呢简直就是我的3个手掌那么大一个。现在的手掌大概就是这么大一个，大包就这么大。大包的包皮呢，跟一包的菜包的包皮不太一样，它会掺一点淀粉，然后菜包的包皮呢就没有加淀粉。大包的馅料呢就有猪肉、鸡肉、香菇、鸡蛋、豆薯，还有马蹄。这次呢，我要把大包还原成素食版的，所以我要用杏鲍菇取代这个鸡肉丝，还有这个大豆素肉球呢，就来取代猪肉。那香菇呢，就是照旧。那栗子呢，就是来取代鸡蛋。这次我是在塑料行买的栗子，我觉得有买到便宜，因为呢，这个栗子这里是1公斤装，是冷冻的。然后这包是台币200元，然后我在同一条就是菜市场走不远了，我又看到有人在卖糖炒栗子，然后看到是1斤就差不多100元了，一斤才600克就100元了，然后这个1公斤这全部才200元，所以我觉得这次我又买到便宜。把杏鲍菇放入盘中，来准备10颗的栗子，10几颗好了，大概20颗也可以。大包的料等它炒起来有剩的话，还是可以配饭吃，所以多准备一点没关系。大豆素肉球这里是100克的分量。泡热水，给它泡软，可以了。准备8朵的香菇，香菇也是用热水泡软。料都备齐了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要来搓面团。我设计完这道食谱后呢，突然觉得其实肉类有很多东西可以取代，像今天我就取代了用大豆素肉球取代猪肉，用这个栗子取代鸡蛋，还有这个杏鲍菇取代鸡肉。调味料跟本来的大包是一样的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呢，素食的大包不要放肉，味道是大同小异的。食物要好吃呢，除了食材本身它有味道之外，大部分都是调味料和料理的过程呢，让这个食物变得好吃。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吃蔬菜，少吃肉。没有肉的一餐也是很好吃、很美味哦。现在就把这个面粉呢来称。这次我是买这个家乐福牌的，因为我发现家乐福牌的比较便宜，而且这是来自美国小麦耶。你们的粉类都怎么处理呢？像这样剪开了之后，我称完还有剩嘛？以前我都是这样直接给它用那个夹子夹起来。后来我发现每次移动的时候，它的粉都会喷起来。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？所以呢，我现在都用一个容器，等下给你们看，就是装在一个容器里面，这样子保存，粉也不会潮湿。称430克的中筋面粉。
30克的淀粉，3克的泡打粉，糖30克，酵母8克放在旁边，油35克，过滤水260克。把钢盆放进搅拌机，用搅拌机来搅成面团。我会习惯先用低速，不然粉会飘起来。像这样的状态，我就会加速。面团搅拌至成团后，再继续让它打3到5分钟。可以了，把面团取出来。先在细胶垫上撒上面粉，把面团取出来。用手揉一揉，把它揉光滑。其实机器已经打得很漂亮了，你们看，很柔软，也不沾手。然后把它往内收成一个圆。可以了。现在盖上刚刚的钢盆，给它发酵10分钟。刚才说要给大家看那个装面粉的容器，就是这个。我喜欢用透明的，因为可以看到里面是什么。但是因为全部都白白嘛，所以我还是会用那个标签机打印那个标签出来，说是中筋面粉还是高筋面粉，贴在这里。它是长这样的。之前那个我有在副频道分享收纳冰箱术，大家可以去看看。我就有用到这个罐子来收纳冰箱。这些剩下的等下再用另外一个装，这样子就很好保存。已经发酵10分钟了，很漂亮了。现在用手揉1分钟。大概折1分钟后，现在把它收成一个圆，因为等下还要再修面5分钟。面团整理好，盖上钢盆，修5分钟。香菇泡软了，把香菇水分挤干。我觉得这次买到的香菇好漂亮哦，又厚又大朵。香菇给它切成4等份。在日常频道呢，有人留言问我，讲到日常频道呢，大家订阅了吗？还没订阅的赶快去订阅哦。在日常频道呢，我们会分享做菜背后私底下的日常生活，赶快去订阅日常频道哦。频道名称叫做 Kissing 巴拉妈的日常。影片下的说明文呢也有连结。那位朋友呢，在我的日常频道留言问我说，我们一家是什么因缘吃素的？我11岁吃素前有一阵子呢，我很常被那个鱼骨梗到，就每次吃饭的时候，那鱼骨就会梗到我的喉咙，所以呢，感觉喉咙被刺到很痛、很痒啊，吐也吐不出来，吞也吞不下去。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呢，我就开始不喜欢吃鱼了。然后一直到我11岁的时候呢，父母就吃素，那妈妈就开始学做素食料理啦。我还记得那时候妈妈很常学洗面巾，每次看她在厨房洗面巾，我就没有力气洗，因为还小，所以就在旁边看她洗。然后小时候呢是那种乖乖牌的，所以家里煮什么呢我就吃什么，我也不会特别去想要吃肉，所以就这样呢，我渐渐习惯了素食的这个饮食，一直到现在。
然后曾经有些人说啊，我们吃下去的肉都会是尸体。然后我被这句话听到呢，就觉得很可怕，因为吃下去有是尸体在里面。然后我也会去想到那个动物被割到会痛啊。然后呢，所以呢，我就一直坚持吃素到现在啦。然后大家可能呢也会好奇啊，有什么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啊？会让我一直坚持吃素，或是我吃素后呢，有没有再去吃肉？那这2个问题呢，我下次做料理的时候再来跟大家分享。大家一定要继续锁定我们这个主频道 Kerstin Wong TV， 星期1、3、5晚上的7点都会有新影片哦。香菇切好了，现在这个大豆酥肉球也泡软了，先把它挤干水分。这很黄，所以呢都是豆腥味。等一下挤好了，还要再去清洗2、3次。大豆酥肉球我洗了2、3遍，现在来切，把它切碎。换一个方向，继续切，把它切成大丁状。把香菇放入大的调理碗中，把大豆酥肉末放入大的调理盆中，2汤匙的纯白芝麻油，忘记把杏鲍菇丝放进来了，赶快放进来。5汤匙的酱油，因为今天的分量很多。1汤匙的素蚝油，1茶匙的马来西亚黑酱油，没有的朋友可以省略。2砂糖1茶匙，白胡椒粉1茶匙，把所有调味料拌匀。大豆酥肉末是没有味道的，所以呢，要靠这些调味料让它提味。所有调味料都拌匀了，先放旁边备用。准备1颗苹果削皮，其实是要准备豆薯或者是那个马蹄，可是因为豆薯很大1颗，买回来我们家就很少会去特别炒一盘豆薯来吃，所以就用那一小部分，会留很多在冰箱里面。然后为了不要让存在冰箱很久，等它坏掉，所以我就用那个家里本来就有的苹果。苹果也是像豆薯啊、马蹄这样有脆脆甜甜的感觉，可以这样来代替，所以就不用买到1大颗的豆薯。把苹果对半切，头尾去掉，心也去掉。切片，切细细的丁，所以先切成细条状。把苹果泡在盐水里，防止氧化变黑。锅内放入3汤匙的油，油稍微热的时候，放入1朵的八角，还有1片的桂皮。稍微炒一下就好，可以把刚刚腌的料放进来炒了。中大火快炒，把料炒香。大家可以再试看味道，看看是不是要再加盐巴，自行调整。大约炒了1、2分钟左右，放入栗子、苹果也一起放进来，快速拌炒。哇，已经好香了！现在所有味道都融合一起了，可以关火起锅。已经休面5分钟了，哇，面团已经胀大成2倍大了，好漂亮哦！
手沾点粉，来揉，让面团排气，搓成长条状，要来分割。每团80公克来称。可以了，已经分团好了。现在把每一团把它收成一个圆形，像这样。来聊聊大包的由来。大包源自广州的茶楼里面其中的一道点心。茶楼的负责人呢，他为了体现草根的阶层，设计了体积很大很大的，然后馅料又很多的，价格又很便宜的大包。虽然看起来又大又便宜，其实茶楼通常都是在大包的规格啊、质量还有定价都经过精心计算的，不然会变成赔本生意。我查到一些资料是说啊，一般的大包呢，它有2种做法。一种就是按成本出货不赔钱的，然后第2种呢，它是以赔上茶楼收益出售。有些茶楼啊就会限量发售大包，限制1天呢可以卖出几克的数量，例如每天的茶室呢限量1次，有些2次，或者呢每个茶客呢来到那个茶楼里面呢只可以买1个大包等等的。渐渐的呢，因为茶楼文化由广州传到了香港，在2次世界大战以前呢，香港的茶楼都还是有在卖大包的。到后来香港经济发展蓬勃之后呢，茶客的要求点心种类就开始慢慢变多样化，他们也喜欢越来越精致的那些点心，对大包的喜爱程度呢就渐渐减少了。加上大包的制作成本比较高啊，工序也比较多，新式茶楼就渐渐没有在卖大包了。现在香港一般只有怀旧的茶楼才会有在卖大包。这个皮呢，要擀越薄越好，但也不是到太薄啦，就是要擀比较薄一点，因为这样子薄一点比较可以捏出花纹。这种包子的花纹呢，我是第一次捏，像我这个我就捏得不好，所以呢，我就把这里捏紧之后呢，倒扣过来变圆形的。那记得这里一定要捏得够紧，不要流汤汁了。那这2颗呢，是刚刚我抓到一个新的诀窍，就是在桌子上可以捏出这样的纹路。那我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。把料放在中间。换一个方向，这样就完成1颗了。我都做好了，做了10个，然后我也放了这个烘焙纸。现在把它移到蒸笼里面，因为要醒。盖上盖子，让它发酵30分钟。我已经发酵30分钟了，我一层放了5颗。蒸之前，记得把盖子包上1层布，等它焖的时候，水才不会滴到包子上。准备一个大点的布，把这个锅盖给它绑起来。如果不够大片，可以用绳子绑在锅盖上。我这块布是算蛮大片的，所以可以这样子绑。可以了，准备拿去蒸。水已经大滚了，把大包放进来蒸，中大火蒸15分钟。时间到了，关火，
焖5分钟，已经焖5分钟了。哇，好大的大包哦！开吃了。刚刚撕开的1人1半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好香，好香这是什哦！么东西，妈妈？这是我模仿鸡肉，我用杏鲍菇模仿鸡肉，一丝一丝哈。哦，刚才咬到那个香菇1/4朵，整个很过瘾，大大朵了，好好吃哦。包皮很暄软，对，这个香菇摸下去松松软软的，还会回弹哦。非常哇，我们下次做馒头给你吃，用这个配方做馒头给你吃。早上吃这个。好啊，这么多，先做10个。还有栗子，好吃哦，好吃了。太好吃了。今天晚餐就吃这个，我还煮了一锅汤，等一下呢就是汤配大包这样子吃，很过瘾的。好啦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、按赞、加订阅，还要订阅我的副频道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好吃啊。好吃哦，非常中，非常中。非常中。